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最累的时候，往往不是你完全被打倒的时候，而是你明明已经撑了很久，身上有伤，心里也很疲惫，可是你知道，事情还没有真正结束。这就是韦特塔罗牌权杖9最深的力量。很多人看到权杖9，第一眼会觉得这是一张很辛苦的牌。画面中，一个男人站在9根权杖前面，他的头上包着绷带，代表他曾经受过伤。他的表情不是轻松，也不是胜利的喜悦，而是一种警觉、戒备、疲累，却仍然不肯倒下的样子。他手上紧紧握着一根权杖，就像握着最后的防线。身后8根权杖排列成一道墙，像是他一路走来累积的经验、防备、成果，也像是他曾经被伤害后建立起来的保护。你会发现，这张牌不是在讲冲刺，也不是在讲成功，而是在讲一个人经历过风浪之后，还能不能守住自己。权杖9的核心主题就是带着伤，继续守住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在人生里，我们常常不是输在没有能力，而是输在快要成功前的那一刻。因为太累了，所以想放弃。你可能在一段关系里付出很多，结果一次又一次受伤，于是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傻。你可能在工作上努力很久，面对压力、竞争、否定，明明已经快看到成果，却突然觉得撑不下去。你也可能在人生某个阶段被现实磨到不再天真，变得小心、敏感、防备，甚至不太敢相信别人。这时候，权杖9不是要你假装自己没事，也不是要你硬撑到崩溃。他真正想提醒你的是，你可以承认自己受伤，但不要因为受伤就否定自己一路走来的价值。你看牌面上的男人，他不是毫发无伤的人，他的头上有绷带，表示他曾经受过打击，可是他还站着，表示他并没有被过去击倒。这正是权杖9最重要的讯息。真正的坚强不是没有受伤，而是受伤之后，你还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里。如果你在感情中抽到权杖9，它可能代表你曾经被伤过，所以你现在很难完全放松。你会观察对方的态度，会害怕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，也会把自己的心保护得很紧。这不一定是坏事，因为过去的经验让你更懂得界限。但权杖9也提醒你，不要把每一个靠近你的人都当成曾经伤害你的人。你可以慢慢看，慢慢相信，但不要让防备变成一座永远打不开的城墙。如果你问的是工作，权杖9代表你已经努力很久，可能正处在最后一段最疲惫的阶段。你觉得事情很多，压力很大，好像只要一松手，前面累积的一切就会倒下。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盲目逞强，而是重新确认哪些事情真的需要你守住，哪些只是你因为害怕失控，所以一直不敢放手。权杖9告诉你，坚持不是什么都扛，真正成熟的坚持是把力气用在最重要的地方。如果你正在面对人际压力，权杖9提醒你要保护自己的界限。你不需要对每个人解释自己，也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满意。有些人会挑战你的底线，有些人会消耗你的能量，有些人会在你已经很累的时候还要求你继续配合。这时候，权杖9会问你，你是因为爱自己而防守，还是因为恐惧而封闭？好的界限会让你更稳定，过度的防备却会让你越来越孤单。如果你正在追求一个目标，权杖9通常代表不要太早放弃。你可能已经走过很长一段路，遇过失败、批评、拖延和挫折。可是这张牌出现时，常常表示你离完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。最危险的不是你没有机会，而是你在最后阶段因为疲倦，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。这时候不要急着推翻所有努力，先休息，先整理，再看清楚下一步。但是权杖9也有阴影面，它可能代表一个人太紧绷、太防卫、太不相信世界。过去的伤让你变得警觉，这是正常的。但如果你一直用过去的痛去解读现在所有的人事物，你就会把自己困在战场里。明明战争已经结束，你的身体却还在备战。明明眼前的人没有攻击你，你却先举起武器。这时候权杖9不是要你更硬，
而是要你学会分辨，现在的危险是真的，还是过去的伤口在提醒你害怕。所以当你遇到权杖九，最重要的做法有3个。第一，承认你累了，不要用我没事来压抑自己。你可以休息，可以疗伤，可以暂停一下，但暂停不等于放弃。真正能走到最后的人，不是永远不累的人，而是懂得在疲惫时照顾自己的人。第二，重新整理你的防线。你要问自己，我现在守护的是自尊、目标、感情、家庭、工作，还是只是害怕再次受伤？如果你守的是值得的东西，就稳住；如果你守的只是旧伤，就试着慢慢放下。第三，不要让过去决定你全部的未来。你受过伤，所以你可以更聪明；你跌倒过，所以你可以更谨慎；你被考验过，所以你可以更有力量。但你不需要因为曾经受伤，就永远不再相信人生会有新的可能。权杖九最动人的地方，是他没有把坚强画成一个完美英雄，而是画成一个头上包着绷带，眼神仍然坚定的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生很多时候不是靠热血撑下去，而是靠一种深深的明白，我已经走到这里了，我不能因为一时疲惫就否定自己曾经付出的一切。所以如果你最近真的很累，请你不要急着责怪自己不够坚强，你已经撑过很多了，你身后那8根权杖就是你走过的证明。现在你要做的不是把自己逼到极限，而是带着智慧守住最后一段路。维特塔罗牌权杖九要告诉我们的是，真正的勇敢不是永远不受伤，而是在受伤之后仍然愿意守护自己的信念、界限与未来。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人生很累，很想放弃，却又知道自己不能轻易倒下的阶段，欢迎在留言区分享，你现在最想守住的是什么？是感情、工作、梦想，还是那个一路撑到现在的自己？